Hello Hello，欢迎回到3分钟热度塔罗频道，我是佐助，你们好。我是晶晶，大家好呀。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看的一个话题叫做，缺席的父亲或者母亲对我人生的影响。然后此处的缺席可以是各种意义上的缺席，只要是你主观上觉得你的父母亲某一方，在你成长过程中缺少陪伴都可以。对，然后这边已经抽好了3组牌，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这是第三组。那我们凭借心里的直觉选择你最有感应的一组，我们后面见吧。Hello Hello，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你们抽的牌卡是这一张，一个病床上输液的一个人，感觉是这样。然后这边也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宝剑皇后的逆位、死神的正位，还有一个星币8的正位。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吧，因为这边是有一张大牌死神坐镇啊，所以我会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整个的一个所谓的人生洞察是比较强的吧，因为死神确实代表是一种天蝎座的能量。那么再具体一点，可以说是，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其实对整个人生看得蛮通透的，就是你会知道人生有很多无常，然后有什么事情可能。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要和什么人、什么事情或者自己一段经验告别这个样子，因为你看透了这种无常，所以你整体的人生的基调其实是有点相对悲观，或者是说比较被动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看整体的画面，就和那个色彩，它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冷色系的。然后咱们这边也是风元素和土元素，所以我就会觉得咱们这组牌朋友是有点被动在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宝剑皇后的逆位和一个死神，这2张牌加在一起，会让我想到一个很经典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因为你的父母亲某一方缺席，导致你会，也不能像林黛玉一样寄人篱下，但你可能会需要看一些亲戚的脸色，然后所以就练就了你这样一个本领，就是你比较容易去察言观色。这其实是因为父母亲的缺席带给你的所谓的一种本领好了，对，因为没有办法，你确实就是要从小长大的过程中看别人的眼色，然后慢慢的你学会在与人相处，在走入社会的时候也会下意识的做这样的事情，对。然后我还会觉得是说，这边有一个宝剑皇后和星币8这2张牌，如果再结合一起的话，会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其实是比较向内打压自我的，就是，有事情的话，你会向自己把自己推一把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对自己有点严苛，可以这样讲，你对自己的标准还蛮高的。但是好消息是你确实是也比较能够做到，因为星币8它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就是那种勤勤恳恳的能力。所以，如果说好处的话是，比如说在你的工作过程中，或者是你做事的过程中，你确实是能够静下心来去踏踏实实做一个事情，然后别人也会觉得是说把事情交给你，你是一个很让人省心的人，就是他不用再操心后续的事情，他知道只要你答应了，你承诺了，你一定会做下去这个样子。然后再说回这个宝剑皇后这张牌，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因为，它确实是过于理智的这种感觉嘛，所以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会经常性的用理智压抑你的情感，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你在你父母亲那一方得不到一个情感的回应，那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就不会再去让自己的情感外泄，反而是以一种理性抽离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去看待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带来的一个影响。然后对，以及这个风元素的宝剑皇后，还有一个土元素的星币8，我们可以看到这2张牌，它人物都是坐在板凳上的嘛。就前面我有提到，整个基调是有点被动的，所以我会觉得是说，你可能，什么事情都比较愿意依靠自己，就是你不会说主动的去请求别人的帮助怎样之类的，你更多的还是来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唯一一个可靠的人。然后有一点那个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穷人家不是说物质上的穷，就像刚刚讲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说你情感上需要一次次的被接住，但是没有得到那样的回应，所以你就练就了自己这种所谓的刀枪不入的本领吧，
但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是，你最后是走向的是一个星币8嘛，也就是说，虽然前面经历有点坎坷，但你最后还是成为了一个很可靠的人。也就是说，你的人生的，就是你自己的性格底色是很好的，所以没有被那些所谓的缺席有太大的影响，或者说那些影响反而促进了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种感觉。对，这边大概就是我看到的想法了。那我们听听晶晶老师的想法吧。好的，佐助老师讲的非常的多和细致，我可能就是补充一点点别的视角吧。佐助老师讲的我大部分都是同意的。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我看到宝剑女皇的逆位死神加星币8，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因为这种某一些父母状态或者小时候的缺失，会导致你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当你的生活进入到一个可能一段时间或者某一个状态的稳定的层面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冲动，想把这种稳定给推翻。这是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种冲动是抑制不住的，然后你自己也知道是非理性的。就像佐助老师说的，可能你日常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甚至是一个有点过度理性，就是用理智去压抑情感。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日常的这种压抑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情感和情绪肯定是压抑不住的嘛，所以那它就可能会化成一股冲动。这个冲动就是去没有道理的去毁灭和推翻你日常稳定的生活，或者是说你总是在期待一种变化，那到底是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实可能你自己也想不清楚，但是你唯一知道和想清楚的就是你不想要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你想要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因为父母的这一种缺失，也会导致你对于安稳或者是安定下来这件事情会有一种深层次的恐惧和抵抗，所以你才会一直都在推翻自己的稳定，然后去好像马上能看到一种安定，或者是自己就是安稳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可能你也会觉得是我的生活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这样，但是其实有可能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都是你潜意识的选择，就是你的潜意识选择了这种没有办法 settle down 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你可能也会被这种状态怎么说困扰或者是纠结。但是我从这3张牌面上，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不稳定的生活是你现在所选择的，而这份选择来自于你人生中缺失的父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循环的模式。如果你想打破这种模式，我觉得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打破它的第一步。因为这张死神加星币8加宝剑女皇逆位，就是感觉那种我甚至觉得可能说严重一点就是有一点自毁的倾向。这个自毁可能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种打破稳定的生活可能是一种，那另外一种自毁就是比如说稳定的关系你可能因为父母的缺失，那一旦面临你要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受到害怕，感受到不熟悉，这不是你的一个安全感的模式，所以你就会想要摧毁这样子的一种稳定的关系，所以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进入，或者是说长时间在一段稳定的关系里面。我觉得可能你之前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可能会为这个问题感受到一丝困扰吧。那我觉得它可能只是根源于就是咱们小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模式或者家庭模式。如果你想改变的话，我觉得就是去往回看一看，说不定就是有解法。这可能就是我一点小小的补充吧。好呀，然后我刚刚看这2张牌，就是宝剑女皇和
辛巴这两牌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也是相对来讲秩序感规则感比较重的人，就前面也刚刚讲到，就是你本人可能会对自己比较严苛一点，那如果没到严苛那个程度，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秩序感很强的人，就可能外人看不出来，但你内心是有自己的所谓的原则和秩序在的，而且还蛮强的，就是这个秩序可能是你人生维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底，然后也是你去对外筛选朋友、筛选伴侣之类的一个评价的天平这种感觉。对，这就是刚刚看这两牌，突然想到一个小小的补充啊。那我这边没有更多的补充了，就祝福第一组牌的朋友们吧，希望我们的解牌对你有一定的启发。然后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拜拜。Hello，欢迎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像护士还是医生的一个医护人员。然后这边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节制的正位、圣杯5的逆位，还有一张圣杯7的正位。那我们先请晶晶老师讲一下她的想法吧。好的，我看这组牌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生活里缺失的这个父亲或者母亲，对大家最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肯定还是在情感，这个层面上。这个情感包括比如说亲密关系，我觉得也包括自己的情感表达。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看这3张牌，特别是节制加后面2张圣杯5、圣杯7。我会觉得大家因为这个缺失的就是父母的角色，让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立的内循环的个体。就是节制这张牌，包括后面的2张圣杯牌，就是大家可能从小跟父母的情感上，我不一定说感情不好，或者是交流不多，有可能交流挺多的，有可能生活也挺亲密的，但是情感表达或者情绪表达上应该是没有很多，或者是没有很顺畅，所以导致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大家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从小都是比较独的人，就是大家可能会独自或者独处的时间会很多，可能比如说父母很忙，没有时间陪伴，或者就是说就是有一方父母会缺失，这个缺失的刚好是你需要去建立情感或者情绪表达或者亲密关系状态的一方父母，所以呢就导致大家从小就是会把这种情绪，很多需要去跟父母表达的情感给内化成自己跟自己去对话，自己跟自己去表达，然后就会造成一件什么事情呢？就会造成现在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比如说对于关系，或者是对于情绪，或者是对于人际交往，有很多的幻想，有很多的想象。因为从小你们就是通过想象，就是通过自己跟自己对话，度过了那段童年的时间，就是没有跟父母去进行这样一番的沟通和表达，所以呢，你们就会有你们的内心世界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就有对于他人或者对于关系有非常非常多自己的幻想和想象，然后到长大之后，你们也依然有这么多的想象，但是这些想象其实当你真实的跟人去交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幻想或者想象会破灭。比如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是说亲近的，比如说友情关系，甚至是就是正常的人际间交往，你们会带着一种很好，对于对方可能很好或者过好的一种滤镜或者想象和期待，那就会造成你们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或者面对他人的时候会失望，就是会很容易在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情上感受到一种情感的伤害或者是失望。那你说这种是不是真实的感受呢？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我会觉得就是只要是你的感受，那就是真实的。有可能比如说它的出发点是源于你带着一种滤镜，但是你受伤的感受是真实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导致其实你现在比如说在生活里它会是一个高敏感的一个状态，然后因为高敏感，那可能经常会有一种受伤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嘛，
那这一面就是刚刚说的，那另外一面就是因为你的高敏感，所以你的感知力、觉察力肯定就会比一般人会强一些。那你就是运用到或者在生活里的表现，那可能你的表达输出就会有更多更有特色的地方，这可能也是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包括你的想象力啊、你的比如说在一些创造力上面，可能就会比其他人可能会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一点是在个人上。那在关系里面的话，那套用到关系，那可能就是小时候因为跟父母的关系它并不是一个向外的关系。我刚刚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多是独处和想象，那也跟父母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良好或者健康的情感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长大之后可能你在亲密关系里面刚刚说的关系就指亲密关系里面，就也是在进行一个摸爬滚打，然后也可能最开始就是没有习得一个正常的亲密关系的沟通的模式，那现在可能也是在逐渐练习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那我觉得这3张牌可能的一个启示就是需要更落地一点，需要更落地去看到人本身，看到真实的人把自己的想象剔除，就是不要在别人或在关系里加诸太多自己的滤镜，然后获得受伤或者是说感到失望。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去脚踏实地的去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以及去感受到人和人真实的交流。这可能是我对于第2组牌的一个想法吧。好的，谢谢金金老师。金金老师基本上讲的也差不多，就是我想讲的。我可能就是通过画面补充一些细节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圣杯5也好，圣杯7也好，这2牌人物它都是黑色的，你甚至看不到脸的嘛。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一个，这个角色我会觉得是你自己，是第2组牌朋友你们自己。对，就有的时候你们看不见自己内心真实的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看外界的时候，像金金老师用了一个词叫滤镜，我觉得是对的。那这个滤镜它有的时候是很乐观的，我会觉得有点像那个戴了玫瑰色的眼镜一样，看整个世界都是粉的，都是冒泡的，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浪漫。那有的时候这个滤镜呢，它又是灰色的，就像这2张牌的云彩和天空一样，它的颜色是灰色的。你看一切都有点悲观，就是你看所有的一切都是伤心的，都是悲凉的。你会在这2个滤镜里不停的切换。但我觉得好的一点是，就是一般人如果陷入这种情况的话，很容易就造成一些内耗也好，甚至说更严重的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影响也好。但是我觉得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咱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个节制坐镇的，就是不管你在这2个极端里如何拉扯，你最终都是像这节制大天使里手上的2个杯子一样，你自己能够消化掉这个东西。就是对外界的一些，可能你对外界有一个很高出实际期待的一个看法，结果落地的时候会发现砰砸得稀碎。但是还好，就是你总能够就是把这个自己的那个滤镜破碎那一刻给接住掉，就是能自己给自己消化掉。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射手座这种感觉，因为节制它代表是一个射手座的能量嘛，就是因为你天性还是有那种看向远方，看向诗歌，然后比较乐观那种积极的精神，所以你能够接住自己那些情感上的2个极端的一个走向。对，那么具体落到关系里，它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刚刚晶晶老师有提到嘛，就是你可能在和人建立一段关系的时候，可能没有看到对方真实的样子，有的时候投射了太多自我。当然我会觉得大部分的关系其实都是在投射自我了，但是咱们这组牌朋友可能有点过度的投射了，就是投射到
可能一般人投射50%，你投射了90%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和一个投射着的自己在建立关系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它这是对你情绪的影响也好，对你关系的影响也好，你都是能够 hold 得住的，就是最后你都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对，你不用管外界的标准是怎样的。你只要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平衡点就好了。反正这个情绪和关系它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正确答案嘛，只要自己能够接纳自己的这样一个方式就可以。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因为杯子或者说水元素在塔罗的世界里还跟灵感创作有关系嘛，所以我也会觉得正因为他们的缺席，让你有了一些和自己独自对话的机会。或者说让你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会让你有很多的创造欲，或者是表达欲，或者是就是一些灵感，甚至是说哪怕它没有落地到创造这方面，但是你是有审美的。就比如说，因为你可以切换2种不同的滤镜嘛，那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肯定你的视角就是比平常人更多元的，你能看到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个其实是造成了你的精神世界是比其他人更丰富的，所以我会觉得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其实蛮会享受生活的。这种享受不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说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乐在其中。就比如说别人看到的世界可能是1.0版本，但你脑海里你已经把它进化成2.0版本，然后这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啊。那这边我就大概讲这么多吧，然后晶晶老师还有补充吗？我也没有别的补充了。好的，那我们就祝福第2组的朋友，希望我们的解读对你有一定的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拜拜。Hello，欢迎选择第3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也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圣杯3的正位、女祭司的正位，还有张圣杯骑士的逆位。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吧。我会觉得这个画面的能量流很有意思，就是左右两边它都是一种带有情感的流动，或者是情感的丰盛的这样一张牌。但是中间呢，它流到中间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女祭司。那女祭司来讲，相对来讲它是稍微有点被动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会有个推测，就是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其实内心是很丰盛的人，其实你们是有很丰富的情感的，就像女祭司身后它是有一片这个海洋的，但是你们不会显现出来，可能在外人眼里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就是好像再多的情感流向给你，你好像都有点无动于衷的样子。那我觉得带入你自己的视角，我会有这样一个推断，就是你可能不敢要太多，虽然你想要太多，或者是你内心想要表达很多，但是你却不敢表达出来。那这个如果我们讲好的一面的话，可能会说你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你不会有那种过剩的欲望，不会要求就是对那些情感有那么多高的要求怎样之类的。但是如果说不好的一面的话，可能就会像我前面外人眼里那种感觉，就是再多的情感流向你，你好像只是被动的接受这种感觉。那再往深一层讲的话，用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术语，可能有一点回避型人格的这种感觉。但它不是说你内心真的就是没有情感，就是切断了所有情感，反而恰恰是你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情感，但是你已经习惯了不表达出来。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你生命中缺席的父母亲带给你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然后而且其实你在比如说跟朋友什么之类的玩的时候，其实还好，就是相对来讲你是有分寸的，你也是能够投入进去的。那只是说到了一定浓度，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说很好很要好的那种关系，朋友关系之类的，就是那种浓度一上来的时候，你可能会下意识的自己给那份热烈的小火苗先浇一下水，这个样子就泼一盆冷水。你可能常态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心不要经历太大的波动，就像这个女祭司一样，这个感觉，对，就是只要做一个清冷的美女子就好了，会有，这是你习惯的一个角色，你习惯的一个方式。那么在3张牌整体看完之后，再单看牌的话，首先还是讲一下女祭司，我会觉得
可能因为你生命中某位父母亲缺席，会让你有很多时间和自己相处，比如说他们没时间陪你玩，然后你可能很喜欢读书，或者是你很喜欢自己想事情，自己做的白日梦等等，这就导致你其实本人会有很强的那种和自己独处的能力，然后你其实也会很享受阅读，然后也能够从比如说阅读和独处的时间里，就是增长自己的知识这个样子。所以另一个特质对你的影响就是，其实你蛮聪明的，对，而且尤其是那种能够静下心来享受自己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对。那以及落到和人际交往方面的话，我觉得圣杯3就像我前面刚刚讲到的，你也是能够和人家就是打成一片的，只是说那个浓度它有一个界限的要求，比如说在你的临界点以下的话，你其实就是社会化完成的也还挺好的，也能够和人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个样子的，只要在你的临界点以下都可以。然后圣杯骑士的逆位的话，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圣杯骑士的逆位，它走向的是一个女祭司嘛，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就是好像有一个浪漫人递了个杯子向你走近，然后到你这里就把那杯水，你就把他那杯水倒进你的潜意识之海，然后就戛然而止了，没有给到对方一个回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对你的影响吧，就你可能不太擅长如何去反馈别人的爱，别人流向你的爱意，你可能只会被动的接收。对，这个其实和前面的特质也是有重合的部分吧。然后那这边大概就是我看到的东西了，那我们听听晶晶老师的想法吧。好的，我本来说我要说一个爆言，结果左主老师已经把这个讲完了。但是如果我要再怎么说总结一下，简单的clarify 一下我的爆言的话，我觉得就是去世的父母会让你在面对，就是其实最后左主老师讲的，面对情感的流动或者感情的流动，无论是自己流动给别人还是别人流动给你的感情的时候，都非常的别扭。对不起，我觉得这很拧巴，就是我觉得中间一张女祭司坐在那里，看着两边欢乐的情感的各种涌动吧，好像在中间岿然不动，甚至我觉得这张女祭司还会有一点审视这种感觉，审视和打量，但是你的内心，因为毕竟是女祭司嘛，她的内心是有一片海的，你的内心就有点像左右两张是你内心的外化。其实你是想要这种东西，但是不知道如何去要，就是不知道如何给出你的爱，也不知道如何去接收别人的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所谓缺失的父母对你来说最大的影响。你可能能跟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我觉得你可能唯一习得的去给予爱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进行一些吃喝，或者是说日常生活的关心，或者是一些互相的赠送一些小的好吃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圣杯3这张牌还是比如说没事点一下一起点些奶茶一起去吃好吃的饭店呐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可能这就是你习得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当就像左主老师说的那样，当面对1对1关系或者更亲密或者更深层次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有点不知道，你甚至感觉有点回避型人格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接收别人的好意，如何去回馈这些东西，以及如何把自己的爱表现出去。因为我会觉得中间这张女祭司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内收，它就有点像你只能去接收而没有办法释放。那其实如果没有办法释放的话爱意是没有办法流动的，关系也是很难去建立起来的，它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流于团体的，或者是我们就说表面上的并没有说圣杯3不好但是圣杯3是快乐的，但它的确不是那种特别深刻的
感情的交流。就是如果你想要有深刻的感情交流的话，我觉得可能你需要自己打破一下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需要把女祭司的这个面具给摘掉。它其实我觉得就很像上面那张指示牌，它有一点太刚直的拧巴在里面。我觉得可能这组牌需要去如果自己不满意这种现状的话，可能的确是需要去尝试着更多的打开和释放自己，去向更亲密的人去袒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自己的学识，这样可能会有助于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可能是我小小的一点补充吧。我刚刚听晶晶老师讲完之后，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听上去咱们这组牌的朋友很像月亮落在水瓶座的感觉，就是女祭司会有一种很抽离的感觉，然后你也不是一个不会爱的人，你也是在团体里能够展现关心的人，所以真的还蛮像月水瓶的。所以对，我就只讲家人们对你的缺席，家人们对你的影响吧。那具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舒服就好。有些月水瓶他就是享受这个样子，就是享受那种大爱的关系，但是具体的落到亲密的关系反而会让他很难受。那只要你能接受这一点，然后能够找到让自己舒服的关系的模式，那就可以了。对，那这边是我的想法，一点小补充。那我们第3组牌就解到这里，然后希望对你有一点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啦，拜拜。拜拜。